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0年的历史节点，中俄元首举行视频会晤，并正式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也成为近期媒体关注的焦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20周年，中俄两国致力于发展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载只是序章，我们坚信睦邻友好是中俄两国的主流民意，互利共赢是双方合作的不变航向。在两国元首引领和条约精神指导下，中俄关系和两国各领域合作将取得更大发展，收获更多成果，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20年前，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堪称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西方曾炒作中俄会借此打造新的同盟关系，但事实证明，20年来中俄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始终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照顾对方合理关切，走出了一条全新的世界大国相处之道。当前国际政经局势更趋复杂严峻，条约内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增添了新的内涵。对于近期中俄密切互动所释放的信号，美俄媒体高度关注。美联社称，中俄领导人不仅发展了牢固的私人关系，还增强了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绝非为应对一时压力下的抱团取暖，而是融入了两国对21世纪大国关系的真正理想，将两国长期的根本利益实现捆绑融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分析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有助于巩固两国主权，将帮助中俄在复杂的形势下拥有来自战略伙伴的可靠支持，并减轻两国在全球政治空间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护主权的任务。俄罗斯政治专家网站的分析认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发生在俄美峰会之后，是向西方发出的重要信号，表明俄罗斯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或者为了取悦美国而破坏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这样两个邻国，能够做到处理问题非常有效，成为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楷模。因此，中俄两国这样一种互动，对整个世界释放了积极的发展信号。党的100年华诞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通话。普京在通话中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示俄方正视历史上同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历程，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往。这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首先呢，这次习主席同普京总统的这个通话，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的通话呢，它反映出的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进一步的升级。特别是什么呢？双方领导人共同决定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这个党际交流。那么这反映出呢，这个中俄双方的这种关系。从历史到现实的，我们其实有很多教训，也有很多经验，有很多这个成就，当然也有很多难忘的这种令人遗憾的这种记忆。但是总的讲呢，中俄两党，中俄两国，它经过这么些年风风雨雨的发展，现在进入了一个双方关系最成熟的时期，因此也就进入了最好的时期。那么这次通话本身呢，其实有一种承前启后的这种意义，它标志着什么呢？对外释放一个信息，就是说中俄双方的关系不仅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同时呢，中俄双方的合作将对这个世界的人类进步事业会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好的，也谢谢杨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